你喜欢游泳吗？你是一个游泳高手吗？还是个旱鸭子呢？旱鸭子是一个有趣的俗语，意思是不会游泳的人，就像养在陆地上怕水的鸭子一样。我的情况超怪，连我的老公也搞不懂，为什么我明明是在靠海的城市长大，却很怕下水。夏天快到了，游泳的人越来越多。最近我也在努力学游泳。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游泳这个话题吧。今天是 Mandarin Monday， 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Hi, I'm Elena. I've been a Mandarin teacher for over 15 years, teaching everyone from big corporations to major universities. I truly believe immersion is the key to fluency. If you want to improve faster, join my free newsletter at makingsenseofchinese.com for useful lessons to help you speak more naturally. Now, let's get back to immersion. 根据我的观察，欧美国家大部分的成年人应该多少都会游泳，或至少都学过游泳。尤其是地中海的南欧人，比如意大利人，几乎每个人都游得非常好，让我看了好羡慕。那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呢？身为一个台湾人，从我家到海边开车只要30分钟，但我从小就是一只不折不扣的旱鸭子。中学生时期的某一天，我跟着老师和同学到台湾最南端的垦丁去玩水。不会游泳的我，居然在很浅的海水里不小心滑倒，然后就溺水了。还好当时很快就有人把我拉起来，否则就没有今天的我了。溺水就是整个人被水淹没，没办法呼吸。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统计，全球每年的溺水死亡人数居然高达30万人，平均1个小时就有30个人因为溺水而死亡。就是那次溺水濒临死亡的经验，让我下定决心要学游泳。于是我报名了游泳班，也很快就学会了。虽然我只会游蛙式，而且游得很慢，但至少不会那么容易溺水了。蛙式就是像青蛙在游泳的姿势，在中国通常称为蛙泳。长大以后，因为一直缺乏练习，
加上开始工作以后，更没有时间游泳，我居然忘了怎么游，又渐渐回到了旱鸭子的阶段。如果我告诉你，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想游泳的主要原因，你一定会觉得很夸张。主要原因是我不想穿泳装，因为我总觉得自己身材不好，有点胖，穿着泳装会有一种自卑感，更别说是穿比基尼了。比基尼是一个外来语，它来自英文的 bikini， 是一种只遮住胸部和私密部位的3点式泳装。那为什么我最近又开始想学游泳了呢？小时候溺水的经验让我深深感受到游泳的重要性，所以我让自己的孩子在3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游泳。当看到我的孩子把仰式和自由式游得又快又好，真的让我非常羡慕。所以我就把重新学会游泳设定成今年一定要达成的目标之一。仰式就是躺在水上游泳的姿势，在中国通常称作仰泳。自由式就是用2只手交互划水的游泳方式，在中国通常称作自由泳或蝶泳。游泳的姿势通常分为4大泳姿。前面我们提到了蛙式、仰式和自由式，这3种是最常见也比较好学的。另外还有一个泳姿叫蝶式，在中国通常称作蝶泳，它是所有泳姿里最漂亮，但也是难度最高的。游泳的时候，身体要像海豚一样做出波浪起伏的动作。我最熟悉的泳姿是蛙式，目前正在努力学习自由式。我的弱点是换气，因为不太会换气，所以每次游到一半都很喘。换气就是在游泳的时候把头抬出水面呼吸的动作。为了能赶快学会自由式的换气，我每周都会去游泳池2次，一次上教练课，一次自己练习。上教练课的意思就是请一位游泳教练专门教我，而不是上团体的游泳班。我觉得上教练课最大的优点是不用等其他同学练习，而且可以随时向教练提问，进步的速度比上团体课快很多。如果我能在今年夏天把自由式学好，就心满意足了。心满意足就是内心的希望充分得到满足的意思。因为这样一来，
我就能有蛙式、仰式和自由式了。至于最难的蝶式，我可是连想都不敢想。你最喜欢、最常游的泳姿是哪一种呢？你会游高难度的蝶泳吗？欢迎在影片下方的评论区留言跟大家分享。经常用中文留言，你一定会进步得很快哟。I hope today's lesson gave your Chinese a nice boost. You can get the lesson transcripts with Pinyin and Zhuyin, a Mandarin vocabulary database, and other study materials at makingsenseofchinese.com/EFP. Ready for the next step? Check out this playlist and keep learning with me. See you there!